士林河係一個位於霹靂州喺坦中馬連北部，距離20幾公里嘅一個小鎮。網上記載佢嘅名字係來自一位英國軍官 William Slim， 而當地人亦都有另一種說法。士林河是建在一條河邊啊，士林河這村莊是建在河邊。老一輩的人講，就是有一位英國探測家，英國人呐，因為他來這邊找資源呐，他就發現到霹靂州有很多錫礦，那麼呢，他就派人去尋找資源。那麼其中他來到這一帶烏魯斯林這一帶，一直跑下來這一帶。那麼就發現到有一條這樣的河，彎彎曲曲的河，所以他們講是由那個探測者給士林河取了這個地方名了。他看到這條河彎彎曲曲啊，彎彎曲啊，就苗條一樣啊，slim 啊。其實喺舊年6月份，我哋就到過呢個小鎮，只不過當時資料唔係太過充足。所以今年嘅1月份，我哋再一次去到呢個地方拍攝。呢度主要經濟來源係來自農業。由於距離坦中馬廉嘅 Broton City 唔遠，根據網上記載，佢喺當地都有經營汽車零件生意。整個士林河範圍人口大約係10萬人左右。有馬拉人、華人、印度人同埋原住民。呢度每個星期日都會有早市，雖然個城鎮唔係好大，但係成個早市都非常熱鬧，擺賣嘅貨品都好多樣化。有肉類、蔬菜、生果、小食等等。而呢位賣花生嘅小老闆仲送咗包花生俾我哋品嚐。小地方嘅人一般上係唔會太斤斤計較，比較熱情大方。當日陽光普照，再加上小販們親切嘅笑容，令到我哋心情都好舒服，有種融入群眾嘅感覺。當我哋慢慢周圍睇睇拍拍嘅時候，忽然間聽到遠處有叫賣嘅聲音。隨住聲音嘅來源行近啲睇下，原來係幾個細路喺度叫賣緊佢哋嘅貨品。叫賣嘅內容大致上係講緊幾錢一公斤，或者係幾錢一碟魚。細細個就已經有企業家嘅風範。行到另一條橫巷嘅時候，呢度大多數都係賣食嘅，有馬來人嘅油炸鬼、竹筒糯米糕、各類嘅糕點同埋竹筒飯等等。如果你哋星期日過嚟嘅話，嚟之前千祈要留到幫襯下啦。感覺上好鍾意呢個地方，節奏唔算太慢，亦都唔會太快，生活好充實寫意。
好多人可能聽過士林河，而唔知道有個地方叫士林島。我哋不妨聽下當地老前輩嘅講解。以前的英文名啊，士林島，大概有整百年都有啦嘛。而家叫士林村啦，以前佢哋一路都係叫士林島，士林島應該係士林島，佢哋士林島同人。當日嚟到嘅時候咁啱遇到落咗場雨，所以拍出嚟嘅畫面唔算太多。過後，我哋就去咗一間有100年歷史嘅國賓店，參觀同訪問咗佢第2代嘅主人。以前的街場在下面的警察局後面。後來才搬過來這邊嘛，以前就是這一排先蓋了這邊5間，後來才陸陸續續又蓋起來了。以前呢度好旺嘅啫嘛，嗰邊又有莊口池，有人池，呢邊又有莊口池，鬼佬嘅莊口，後尾到而家冇晒咯。之前嘅教師喺嗰邊嘅，係個青屋，佢牛頭黨佢哋教師嘅，教佢啲補習啊。即係個時教嗰啲啊，冇落學堂讀書嘅，佢教嗰啲咯。而喺1950年代創辦呢間學校嘅，就係呢度第一任村長顏文佳先生。而佢隔離仲有一間好有年代嘅理髮鋪。咁啱當日遇到當地善信舉辦咗一個拿督公誕。拿督公就係指一個唐番嘅土地神，番嘅意思就係代表馬來人嘅土地神，亦被稱為硬公。其實士林河呢，它的建立是比士林村慢。士林村比士林河早20年了。根據老一輩的老人家講，士林村先有那個街上，然後士林河的人才慢慢開闢，在那河那邊啊，那個鐵橋那邊。那時候有20-30家的人來開墾啊，去放拔放樹。英國人開始來這邊買資源啊。買塑膠，買那個乾蜜啊，像香料之類啊，他們來開闢就種這幾樣東西咯。乾蜜是以前英國他們工業時代，他們要收買這個乾蜜的那個果啊，運回英國去啊，就給它軟化那皮革啊，然後做皮啊那些東西咯。所以很多地方那時候馬來西亞很多地方都有種這個乾蜜，沙拉瓦那帶都很多人種。那時候這一帶就是有人來開闢種塑膠之類了，那時候還沒有這條路了，這個是靠火車路出路了。當初的時候，大概是1889年的時候，他們上面這樣走在那邊開闢這地方。1921年才開始士林河街上那邊才有屋子啊。呢個新村咧，目前咧而家有3大民族啦，
即係華人為主啦，都比較多啦。第二咧就係印度人，第三就馬來人啦。大概呢度嘅村民，大家總計落嚟，大概都係2000零人咁樣啦。食完早餐之後，村長就帶我哋喺村裏面周圍行下。呢度仲有個建築俱樂部，喺第2次大戰之後成立，都算係歷史悠久。我哋亦都參觀咗士林河 Facebook 版主 YS Tam 喺村內嘅祖屋。呢間祖屋嘅木門亦都保存咗幾十年前嘅風貌。當時嘅造門工藝通常都唔會落釘，實在罕有。喺另一邊，士林河地方議會廳嘅對面，仲有2間保留得好完整嘅傳統馬拉高腳屋。新村裏面仲有唔少嘅印度村民，仲見到有間壯觀嘅禮堂，旁邊亦有個興都廟。神廟附近就有間規模宏大嘅印度小學，的確少見。而華文小學就喺隔離。呢間小學喺1926年由劉蘭貴先生嘅父親與熱心人士一齊創辦，名為華僑學校。喺1965年先至被改為清華小學。新村附近嘅大路邊，亦有間好多村民都會選擇就讀嘅中學。途經一間經已停咗業嘅鐵花鋪，以前啲手作工藝都被依家啲現代簡約文化工業取代，實在可惜。打鐵已經係一個式微嘅行業，雖然間鋪喺70、80年歲月都建立咗良好信譽，但係佢啲生意就大不如前。再加上2兄弟年紀都唔細，體力同精神都走下坡，好多時都力不從心。我係30歲之前咧。30、31、2歲嗰陣時開始啊，依家84、85。我阿爸係中國嚟嗰陣時，係江西年嗰陣時出嚟呢次啊，係啦，然後就我哋接手嚟做咯。多生嗰時候都係大概50到60年嗰段時間啦。因為嗰段時間佢哋馬來人有耕巴嘛，有種巴嘛，好多用到好多啲利器嘛。依家我哋係普通做下，買多少新刀，大多數做嘅都係士用刀、鈎刀同埋呢個把冷刀。同埋嗰啲馬來人用嗰啲鏟草刀，多數打都係把冷刀，菜刀都有打。有一排吉隆坡嘅燒肉佬有同我哋攞過刀，唔係呢種平頭嘅，呢種都有，燒肉刀呢種都有。如果你哋下次路過，不妨去幫襯下，同時可以幫補些少佢哋嘅生計。
喺新村對面嗰幅空地，就係以前舊巴士車站所在嘅位置。士林河嘅生態環境非常好，水質優良，河鮮豐富，有野生大頭蝦、蘇丹魚、筍殼魚、紅吉螺、鯰魚等等。村長同官先生帶我哋去當地一家知名嘅河鮮飯店，品嚐咗清蒸大頭蝦、按丫蒸鯰魚，味道一流，真係食過翻尋味。路過嘅朋友一定要嚟試下。呢間飯店亦都提供顧客河鮮加工服務。呢度地肥水好，非常適合種植。村長仲帶我哋參觀咗桔仔園、羊角豆園、仲有木瓜園。今年收成都唔錯。我覺得咧就呢個農業各方面啦，都好適合年輕人去種植嘅。而家全世界都係缺少開嗰啲食嘅菜類之類嘅啦。而家咧就希望佢哋年輕人會去重視呢一行業。近來咧就好多年輕人接觸呢份，因為點解佢哋種呢啲種植業係屬於佢哋係個先進嘅種植方式。而家新款咧，佢哋中意好似種喺嗰啲 body bag 入邊啊，佢哋行嘅方式唔同，或者呢啲係要多少學識嘅知識去調理。而家都後生仔都好多有種開啊！除咗種植業之外，士林河亦都有幾家印度人經營嘅養牛場。那么当初有20-30家的那个叫做鲜牛人，他们从外地到铁桥下面去开辟。那么到现在呢，他们的有10多20家的那个祖先呢，他们埋在那个山坡那边叫松坡啊，这些就是开辟士林河的第一批人。由于那时候就是他们来开辟，所以面对很多这个病痛啊，所以他们就是建了一个小小的那个观音庙。在那边开辟的地方建个观音庙，叫保佑保佑保平安这样。因為當初只有靠什麼？靠觀音娘娘保佑啊！開基亭建於1920年，由當年中國南方帶過嚟，喺鐵橋村莊搭咗一間簡陋嘅阿達葉木板廟宇，供奉觀音菩薩同韋陀天像。1926年再搬遷到目前嘅地點，即係市區火車鐵路附近。2年後，開基亭再由霹靂州宋溪斗母宮接請九皇大帝香火回廟供奉。正因如此，大家亦都稱呼開基亭為九皇爺廟。其實開基亭主神為觀音菩薩，而非九皇大帝。開基亭入口處仲有一間建築風格獨特嘅百年郵政局。
對面仲有一個 supermarket， 其實以前就係一個舊戲院。火車站就喺路嘅盡頭。今次亦好有幸從官先生手中得到一份珍貴嘅手稿，當中記載咗一位先賢劉蘭貴先生60年嘅回憶。嗰份手稿記載咗劉先生從1924年嚟南洋後嘅生活點滴，其中可以讓我哋體會到士林河20世紀早期到中期嘅發展史。份手稿其實有啲長，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請到簡介內容連結去下載。喺市區巴塞附近有間出名嘅傳統麵包店，好多人都慕名而嚟，因為店主都堅持用橡膠木柴火嚟烘焙。仲聽聞有個顧客專程由遠地搭直升機過嚟幫襯。Pelanggan tu dari Calam dan dia ada 3 kali datang lah, 4 kali datang. Yang saya perasan lah, 3 kali dia naik helikopter, sekali dia bawa kereta lah. Ada satu kali dia turun dekat balai polis, kedua kali dia turun dekat padang majlis, ketiga kali dia turun dekat belakang rumah saya. Kalau dengan saya sudah 40 tahun lebih kurang lah. Tapi dengan family sudah 70 lebih lah. Okay, 70 tahun lah. Semenjak 49 dalam family saya lah. Saya punya uncle, bapa saudara, abang kepada ayah dia beli kedai ni. Semenjak tu dalam family saya punya lah kira. Sebelum ni orang lain punya lah. Memang kedai roti juga. Jadi resepi memang dari tradisional. Betul. Cuma ada tambahan 1-2 roti lah. Dulu tak ada ngawiau, sekarang ada ngawiau. Dulu tak ada tausa, sekarang ada tausa. Yang ni macam cima, yeca, kayang, kosong tu semua yang dulu-dulu punya lah. Ada yeca, ada kayang, ada tausa, ada ngawiau, ada cima, ada kosong, ada roti kok. Roti kok itu? Roti keras, roti kok cicak kopi tu. 呢個 roti kok 非常受歡迎。呢位來自吉隆坡嘅顧客，順道仲買咗成百粒 roti kok 返去孝敬老媽子。相信好多人都聽過或者見過呢個地方名，而唔了解究竟呢個係一個咩地方。過去呢個小鎮曾經一度繁忙，因為佢係吉隆坡北上怡保嘅必經之路。Dulu ramai penduduk sini, 2 estate sebelah sinilah, satu ladang Sungai Cino, satu ladang Trolak. So ramai orang mari sini beli barang, semua kedai, banyak kedai ada. Tapi sekarang semua kedai sudah tutup lah sebab tak ada orang, semua sudah keluar dari estate. Trolak Pekan sudah jadi mati lah. Tak ada development apa-apa, taman ke, rumah ke. Tapi lepas tahun 2000 sudah semua sudah, orang pun sudah keluar, tak ada peluang pekerjaan, semua anak-anak semua keluar pergi Kuala Lumpur ke Johor, Penang macam tu. Sekarang ladang Sungai Cino pun tinggal penduduk lokal punya pun saya ingat lebih kurang 5-6 orang juga. Ladang Trolak langsung tak ada. Sini Trolak Pekan pun sekarang lebih kurang penduduk pun lebih kurang dekat 150 orang macam tu saja. Ada 1 kedai, 2 kedai saja, tapi bisnes pun banyak kurang。羅勒嘅衰落，好大部分原因係因為當年起咗聯邦1號公路，導致後期嘅舊路少人使用。
喺呢度仲有以前 Shell 公司授權經營嘅加油站。以前好多貨車都會停留喺呢度加油。呢種裝喺店外面嘅加油裝置喺以前比較常見，依家都經已變成古董。以前啊，呢啲油係冇，多數係賣俾嗰啲攞呢佬啫冇。攞呢佬啊，長途攞呢喺吉隆坡啊，行呢度舊面都行呢度路啊，所以行到半路冇嘢，呢度停咯。好多攞呢佬喺度瞓咗，天光之後行。另一個原因呢條路被取代，可能係因為佢嘅河床比較低，當落大雨嘅時候，呢度會開始浸水。所以都見到好多商家採用各種對策嚟應付水災。嗰日村長亦帶咗我哋入去一個新米原住民嘅新村。Sini kaum Semai. Okey, penduduk kat sini ada 200 lebih lah. Sini terjadi daripada temurun daripada nenek moyang gitu lah.眼中所見，好多原住民嘅屋企牆身都係以竹片、亞答樹同埋樹皮造成。Saya hanya pekerja biasa, pekerja kampung je, menoreh kita. Bapa saya orang luar tapi mak saya orang sini, so saya berada dekat sini lah. Biasa sini ada yang kerja kampung lah, kebanyakan kerja kampung, menoreh. Ada yang kebun sawit. Sini ada banyak pokok-pokok seperti buah-buahan, seperti rambutan, buat cepedak. Lepas tu herba-herba daripada hutan. 呢度嘅村民仲喺屋企旁邊種咗幾棵臭豆樹。撞啱嗰日係星期日，都見到唔少村內嘅基督徒喺度做緊禮拜。其實政府都有搭咗好多現代嘅磚屋俾啲原住民。但係佢哋比較中意住返傳統嘅屋，對佢哋嚟講，嗰種屋比較涼爽。雖然啲設施唔見得豪華，但係都有簡單嘅禮堂、基本嘅幼兒園、足球場等等。呢間就係新米村長嘅住宿，都算係一個大戶人家。因為拍攝當時仲係啱啱過完元旦，所以都見到村民仲係處於慶祝嘅心情。嗰晚我哋就入住咗呢間特色 YDP 嘅湖邊民宿。早晨起身嘅時候，仲見到2隻犀鳥，只不過嚟唔切將佢哋影落嚟。
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工業，留不住年輕人在這邊長期發展下去。將我哋希望咧，將來我哋嘅政府啊，或者本地人可以將我哋上河發展到更加多元化，或者係有建築之類嘅，或者係有廠之類嘅嘢，發展到更多年輕人唔愛外流。如果想支持我哋，只需要按 Thanks 謝謝按鍵，之後選擇你想資助嘅金額，寫低留言，再按 Buy and Send， 咁就 OK 啦。多謝你嘅支持。呢一次嘅拍攝，我哋去咗好多地方，令我哋增加唔少見聞。好多謝為我哋安排成個行程嘅每一個人。如果喜歡以上內容，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多謝觀賞。